我今天讲的呢，倒真是几个大师：老子、庄子和禅宗。其中最难讲的就是老子，因为历史上有没有老子这个人，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但是据说某些地方已经塑了老子的雕像，我也不知道依据在哪。因为我们现在无法确定老子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老子有传，但是司马迁也说他弄不清楚，可能是老聃，可能是老来子。因为老呢，它不是姓，老就是老的意思。老子呢就是老先生，老先生是谁呢？老的先生就是老先生，他不能确定是某一个人。而且按照司马迁的《史记》呢，老聃呢是孔子之前的人，比孔子年纪大一点。孔子还向他问礼，向他讨教。而《庄子》这本书里面也有孔子向老聃这个请教的这个故事。但是就老子这本书的内容而言，很多内容显然是孔子以后才能出现的。我们就假设有这么一个老子吧，我们又假设他的名字就是老聃吧。这个老子呢，他也有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叫商容，商业的商，商人的商，容貌的容，商容。据说呢，有一天呢，商容快要去世了，老子就去看他的老师。老子对他老师说：“先生，难道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这个话呢问得很委婉，其实就是说你的遗嘱是什么？但他不能这么问，对吧？老聃说：“你看看我牙齿还在吗？”在这个商容说：“你看看我牙齿还在吗？”老子说：“先生的牙齿不在了。”然后商容又问：“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舌头还在。商容说：“你明白了吗？”那现在我考一下大家明白了吗？不明白。就是硬的不在，软的还在。明白了吗？你以为有什么天大的道理是吧？就告诉你硬的不在了，软的还在。老子就明白了，明白了。硬的长久不了，软的才长久。然后商人说：“一天下之道，尽在于此。”这就是最高的道理，最高的智慧。那这是一个传说，靠不住了。但要说它是老子的思想，靠不住。老子的基本思想就是硬的不在，软的在。强的长不了，弱的才长久。所以我对老子哲学的概括就是弱者生存。老子哲学是弱势群体的哲学。老子告诉我们，刚的、硬的、强的不如柔的、软的、弱的。所以我们去读老子这本书，发现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小孩。
老子的书里面经常提到如婴儿乎，他认为世界上实际上最强大的就是婴儿。他说你看那个婴儿啊，他很弱小，他很柔软，但是他很厉害，他的小手永远是捏得紧紧的。你们可能同学们已经回忆不起自己的婴儿时代了，回去问你的妈妈，你刚生下的时候两个小手是不是这样？所有的婴儿两个小手都是这样，他不开其实是，然后说他很坚强。婴儿整天哭，嗓子不哑，想想也是，小孩看不停的哭，他从来不哑。那个小男孩不会性生活，小鸡鸡翘的。你把这个婴儿扔在这个荒郊野地，狼也不吃它，老虎也不吃它，鹰也不来叼它，毒水也不咬它。所以最柔软的、最弱小的是最厉害的婴儿。还有什么呢？水。老子说天底下最柔软的是什么呢？水。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也是水。水能灭火，火能灭水吗？灭不了。石头很硬吗？洪水来了以后，山都淹没了。就算不发洪水，水滴石穿，我柔软的水能够在这个坚硬的石头上摆个动。所以老子说，水是天下之至柔，石成天下之至坚。最柔软的、最弱小的、最厉害。而且呢，老子还喜欢什么呢？喜欢卑下。老子有句话叫“大国者下流”。下流呢，不是这个卑鄙下流啊，流氓下流。说大国啊，就要像一个江河的下游。什么地方水最多？地势最低的地方水最多。哪些呢？山谷。山谷为什么能盛水？因为它虚空，因为它卑下。还有什么地方能盛水呢？大海。为什么百川归海呢？因为百川的源头都在山上，高，水往低处流，低的就能容纳，虚的就能容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它要有容，就必须空，必须低。大国者下流，就是你一个大国啊，你就姿态要低，不要高姿态，不要唱高调。这就是老子的一个思想。然后老子认为呢，你越是低调，越是谦卑，越是虚空，越是不在乎，你就越能得到。越想得到的就越得不到，越不想得到的就越能得到。这叫做无为而无不为。所以老子的无为呢，是假无为，实际上是有为。但是为了实现有为的目的，你先要做出无为的姿态。这就好比打人，你这样打人是不行的，没有力量，你必须先收回来，把拳头收回来以后，这么一拳打过去就有力量。所以老子说，进道如退，明道如昧。前进的道路好像是倒退，
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反过来的，或者说再明白一点呢，就是以否定的姿态出现的，否定才能肯定，没有否定就没有肯定，因为没有后退就没有前进，没有卑下就没有崇高。所以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语，大器免成。”什么叫大音希声呢？就最好的音乐、最高级的音乐是没有声音。那这个话就听不懂。这个最好的音乐怎么是没有声音的？我有个师兄跟我解释说，超声波。悄悄地告诉我，老子是个气功大师，他能听见超声波。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最高级的东西一定是最简单的。所以我有一个观点，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高级的东西一定是简单的。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科技技术发展到今天，电脑啊、相机啊、手机啊，它越来越傻瓜了呗。当然还没有不够普及啊，像我这样傻瓜还是不会用。我看着机器害怕。我的手机我只会接电话和发短信，再不会了。他们都拿手机照相，这个不会。那很简单。不像以前的照相机有多复杂，对吧？那它实际上是很高级的，越是真理越明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够用最明白、通俗易懂的话把它说出来，我怀疑它是不是真理。现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就缺这个精神，老是把这个问题弄得很复杂。所以我说什么叫博士呢？就是用谁都不懂的话说谁都懂的事儿。什么叫博导呢？就是把谁都明白的事弄得谁都不明白。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最高级的东西一定是简单，最高级的音乐也一定是简单。比方说贝多芬的《欢乐颂》，希勒作词，贝多芬作曲的《欢乐颂》，它的旋律是非常简单的。声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你看它非常简单。一笔发愁发不为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这就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非常的单纯。单纯在美学上是一个最高的品位，单纯不是单调，是在纯净里面有丰富的内涵。所以中国美学有句话叫太根无味。什么叫太根呢？什么叫根？就是上面一个羊根呢，喝了一根汤，汤就是清的，根是浓的。什么是太根呢？太根就是祭神的那种根，是在一个粒里面熬出来的，它是没有味道。这个江苏有一位老作家叫陆文夫，陆文夫写过一篇小说叫《美食家》，它里面描写了一桌盛宴，一道菜一道菜的上，上到最后是一道汤，这道汤是不放盐的，但是非常好喝，不了不得，太根无味。最高级的东西，它就是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曾国藩晚年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叫做“
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下联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辈承担。牛啊，最牛的话。那一般的说是修齐治平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小孩子干，老夫干什么呢？老夫享点福。什么福呢？粗茶淡饭布衣裳。这最高级的一定是最简单的、最朴素的。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过程。我讲清这个过程，我们就误读了老子。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必须前面经历过不简单。这个最高级的简单和最低级的简单，它当中有一个环节是不简单。曾国藩他能够说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他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不是在农村里面一辈子吃粗茶淡饭布衣裳，他也黄马褂加身了，双领花翎了，当过这个以后他才算不算什么什么黄马褂呀，什么两眼花翎啊，位极人臣啊，封侯封公啊，不算什么。不明白的话，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妇人，也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就这么一个妇人，在海边晒太阳看日落，看落日。旁边有一个农民在种地，农民种到这个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就收工了。夫人就把他叫过来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收工了呢？”农民说：“我这地都种完了嘛。”夫人说：“你这地种完了，你还可以再种一点地。”农民说：“你要我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夫人说：“你多种地，你多打粮食。多打粮食，你可以多卖钱呢。”农民说：“那我多卖钱又干什么呢？那多卖钱你就可以多买地，你可以再种地啊。”那农民说：“我种那么多地又干什么呢？”这夫人说：“那你就可以挣很多的钱呢。”农民说：“那我挣了很多的钱以后又干什么呢？”夫人说：“那你就可以不种地了。”农民说：“那我不种地又干什么呢？”夫人说：“那你就可以像我这样躺在沙滩上看落日啊。”农民说：“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现在就得看落日。”但是其实你仔细分析，就是这个富人经过自己的奋斗和打拼，挣了很多钱以后，然后把工作甩下来，躺在海边看落日，和这个农民啥也没干，坐那看那落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老子的话前面都有一个大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语。最方的东西是没有棱角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很张扬，很卖弄，他境界一定不够。境界够的人，不卖弄，不掉书袋，不嘚瑟。最后一句话，大器免成。大器免成这四个字呢，在老子的这本书的很多版本，比方说王丕的版本啊，和尚宗的版本里面，都是叫做大器晚成。那么大器晚成这个成语也是从这儿来的。但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上面写的是大器免成。那么应该是免成呢，还是晚成呢？我认为是免成。因为老子前面说的很清楚，大音就是没有声音的，大象就是没有形状的，大方就是没有棱角的，大器那就不要做了。大器免成，它不是做出来的，真正最伟大的东西都不是做出来的，就自然而然变成的。但是最后还是要成，所以老子的思想就是
以无为求有为。他说的是无为，实际上是有为。所以老子这本书呢，很多人喜欢。什么人喜欢呢？阴谋家、野心家，也包括军事家、企业家，他喜欢，因为他最后都是有为。那么庄子呢？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庄子是真无为，老子是假无为，庄子是真无为。所以以前我们老说老庄哲学，老庄哲学把老和庄弄在一块儿，其实老和庄很不一样。老子的书里面有帝王南面之术，有权术，有阴谋，有军事学，打仗的人、做生意的人，他会喜欢老子。而庄子是真无为。庄子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地方啊长了一棵树，这个树呢非常非常之大，10几个人手牵着手都不能把这个树抱起来。于是这棵树就成了某个地方的一个旅游景点。现在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树，找到这样的树，我们肯定把它开发出来作为旅游点，对吧？大家去照相啊。实在做不出来了，我们就捏造一个。很多地方捏造很多旅游点，对吧？河北有个地方捏造一个旅游点，叫做八戒招亲处，因为他们村子就叫高老庄，竖着牌子八戒招亲处，大家去照相，收1块钱。还有一个地方呢，弄一个什么《西厢记》的旅游点，一个张生爬墙处，你可以去爬就5块钱。还有一个地方呢，弄那个王婆茶馆，你可以去装这个新信，他们呢给你配一个盘鸡面。如果是假的，那庄子那个地方可能真有那么棵树，不是假的。很多人去参观，那么有一天呢，就来一个木匠。木匠呢带了一群徒弟从那过这个树的时候，木匠看都不看这棵树一眼就走了，他徒弟呢就回过头老看，一个跟师傅，一个回头看，跟着走，走着走着，徒弟就埋怨师傅了，说师傅，树你怎么不看呢？我不看，这树没用，你不要看它长得大，没有用，它的树干里面是空的。那个树啊，你要知道，它越是小的，越是长得慢的，它的木材质就越好。啊，越是长得快的、长得大的，它材质就越松。这个自然界它是很公平的，啊，所以这个速成的东西不好。而且你看这个树的树枝呢，都是曲曲弯弯的。这个树砍下来做棺材做不了，做桌子做不了，做个筷子都做不了，没有用。我看看，到了晚上，这棵树就来托梦给这个木匠，就是树这个木匠说：“你今天白天说我没有用，我告诉你。”我要是有用，就活不到今天了。我早给你看到了，所以我的没有用就是最大的用。这是庄子的思想，他是真无为，他就是认为人不要有什么用，有用就麻烦了。你看这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弄搞校庆多忙啊！最累的人肯定是最能干的，相信他啥也干不了的，他才不累，他可以去当领导。
对吧？你看他跑来跑去啊，上蹿下跳的都是能干的。比如说那个汉代的那个开国皇帝，知道是谁吧？刘邦，对吧？刘邦有什么用啊？当朝太史司马迁给他写传，说到刘邦的能力是4个字：好酒及色。就他一会泡吧，二会泡妞。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一次大宴群臣，酒过30巡，他就说了：“他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用计，我不如张良；将100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令官诸服百姓，共给养，做好地方行政工作和后勤工作，我不如萧何。”为什么我当了皇帝，他们仨没当上呢？大家都，你们都说真话啊，不许说假话。大家都站起来举着酒杯说：“那是陛下洪福齐天呐！”还是假话。中国自从有了皇帝，做领导的就听不到真话了，全是假话，马屁话。那确实没有一个战争是没有一次战争是他指挥的，没有一座城池是他攻下来的。每到有的事的时候，他的做法就是把什么张良啊、陈平啊、韩信啊、萧何啊等等都叫来，问4个字：为之奈何？你们说怎么办啊？那他们说怎么办啊？好，这怎么办？这叫什么呢？这人啥也干不了，只好让他当领导。就是无用之用，视为大用，没什么用。庄子主张这有什么用？有用你就过不长，你就累死了，你就跑吧，你当马仔。所以庄子呢也无所求，庄子一生没有做过官，也不肯出来做官。有一天，庄子在河边钓鱼，楚国来了2个大夫，楚国的大夫就对庄子说了：“说庄先生，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类的事情麻烦您老人家了。”这话说得很委婉，其实意思就是想请庄子做楚国的国相，做楚国的宰相。庄子在钓鱼，头都不回。庄子说：“听说你们楚国有一种乌龟能活3000年，有没有啊？”那2个大夫说有。庄子说：“那个乌龟死了以后，你们大王会给他身上披上绸缎，镶上金银珠宝，供在庙堂上面，每天给他烧香上贡品，有没有啊？”那2个大夫说有。然后庄子说：“哎呀，作为一个乌龟，是宁肯死了以后荣华富贵呢，还是宁肯活着拖着一个尾巴在泥巴里面打滚呢？”那2个大夫说：“那当然还是宁肯活着拖条尾巴在泥巴里打滚呗。”庄子说：“那对了，我选择拖条尾巴在泥巴里打滚。”听懂这话了吗？就是说，你让我去当宰相，去做什么官，等于死了。他是不做官的，不像现在啊，成群结队的人去考公务员。我就真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考公务员。不是说公务员不好，一堆意思。我也不反对考公务员，我只是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考公务员。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各行各业都有，公务员也是一种职业，当然是正当职业。
它不见得是唯一的职业，或者最好的职业，应该是一种诸种职业之一种。那陈丹青跟我说，我带了很多学生，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带了一些学生，美术系的嘛，他们也想当公务员。我那有一个女学生长得很漂亮，很性感，她要当公务员。哎呀，我说你这什么逻辑？性感跟当公务员有什么逻辑关系？很性感就不能当公务员吗？不性感就不能当公务员吗？这当公务员跟性感不性感没关系，这是他的逻辑。但那么多人去，庄子不去的，绝对不去。为什么呢？他要追求一种真实而自由的生活。庄子说，一个生命体最宝贵的是什么呢？真实而自由。庄子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马蹄》，马蹄篇。马蹄篇一开篇就说，马它的蹄子可以踏霜雪，它的毛可以御风寒。它生活在草原上，饿了就吃青草，渴了就喝山泉水，吃饱了喝足了，它就在草原上撒欢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真实而幸福的生活。可是来了一个人，叫什么伯乐。这个伯乐说：“我会相马，我也会驯马。”于是这个伯乐把马叫过去，先给他钉上马掌，再给他戴上笼子，这马死1/3了。然后训练他，对，给他搞军训，训练他一身骚气骑不走，向着主席抬轿，手掌好，这马死2/3了。所以伯乐是最害人的，庄子的观点不是我的。庄子说，你要为这个马好，你就让它在草原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要给它钉上，不要给它加笼头，不要训练它一根小气挣不走。庄子还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鲁国来了一只海鸟，我看一只鸟飞到鲁国，巨大的海鸟，从来没见过的鸟。鲁国的国君看得非常稀罕，说这是贵宾啊，要享受贵宾待遇，怎么办呢？用黄金打造了一个鸟笼，把它装起来，黄金屋啊，然后前面呢摆上盛宴，山珍海味，什么佛跳墙啊，这个加州牛排啊，鹅肝啊，鱼翅啊，海参啊，红烧蹄膀，然后请乐队的奏乐，啊，这叫钟灵鼎食，国宾待遇，举行国宴招待他。结果呢？结果这鸟吓死了。所以庄子有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你认为好的，别人未必认为好。你不要你觉得好，你就把这个东西强加于别人。这就比孔子还要进一步。孔子的名言是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意的事情，我不要强加于人。我不愿意饿肚子，你不要让人家饿肚子。我不愿意受风寒，你不要让人家受风寒。我不愿意挨骂，你不要骂人。我不愿意挨打，我不要打人。这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庄子呢，还进了一步，
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但庄子没有这个原话，这个话是我总结出来的。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做教育的人思考的。中国教育一个毛病就是己所甚欲，强施于人。从家长到学校，全一个德行。所以我其实鲜明地反对培优，反对励志，反对成功学。孩子的童年完全被他们毁掉了。我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次这个国庆长假，这个孩子就对他爸爸妈妈说了，说都放假了，能不能带我到游乐场玩一玩？夫妻两个开了一个晚上的家庭会议，狠下决心，说明天就放假一天吧，抽出一天时间让我们带孩子到游乐场。就到了游乐园，孩子很高兴，就开始做游戏。做完第一个游戏，我他妈就说话：“好玩吗？”孩子很高兴，好玩。那回去可以写一篇作文啊。这孩子就开始有点郁闷，皱着眉头就走到了第二个游戏，就做了第二个游戏。做完以后，他妈又问他：“好玩吗？”“好玩。”“那就可以写篇好作文了吧？”孩子说：“妈，我不玩。”你说如果这样去玩，有什么好玩的？我每做一个游戏都要写一篇作文，你的作文就那么重要吗？做完了作文，做数学，做完了数学背英语，背完了英语去学小提琴，学完小提琴再去学绘画，学完绘画学舞蹈班，舞蹈班以后上体操班，体操班上溜冰班。这就是伯乐了。伯乐就是干这个活的。然后振振有词的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说：“那你知道终点在哪儿吗？你都知道起跑线了，那就有个终点了。我告诉你，人生的终点就是那不回合。好了你。”人生没有什么起点终点的问题，人生就是一个过程。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且不说你那个起跑线对不对，也且不说你那个输赢对不对，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就算这些是对的，你没有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你最后也成功了，成了什么的人物，但是他的童年没有了，我请问你找得回来吗？童年是找不回来的，时不我待，每个人都没有回头路。所以我很希望同学们珍惜自己在厦门大学这4年的光景，不要晃，好好的体验，一晃就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很多人毕业以后再回到学校，哎呀，当年我在学校什么就好了，当年我在学校怎么着就好了。对不起，没有了，再一次。所以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不要强加于人，你可以建立，可以引导，可以帮助，不要强迫。庄子要求真实而自由的生活。
他是以无为求有，求无为，他是真无为，而且他的做法也就是无为。因此，他把功名利禄、名将利所全都置之度外，而且加以嘲讽。他有一个朋友叫曹商，这曹商呢有一次呢出使秦国当外交官，去的时候呢带着1辆车子去，回来的时候带着100辆车子回来。于是他很得意的去找庄子，跟庄子谈话，说老兄啊，要问这个安贫乐道呢，那我是不如你。我庄子非常穷啊，庄子一生都是穷的叮当响，经常没饭吃，经常找人家去借钱、借米的，所以这个也不可学啊。我倒不是主张说大家都去学那个庄子，我今天只是把这些讲给大家听，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我也没有主张。像庄子那样也不行，谋生还是第一位的，毕业以后好好找工作，对吧？而且别挑肥拣瘦啊，找到一个工作干起来再说。吃饭是第一位的。鲁迅先生说过，说在一个饭要用钱买的时代，谁说钱不重要？饿他3天，再听他发议论。当然，如果自愿选择做庄子，我也不反对。庄子反正是没有饭吃的，跟大家清楚，而且借钱经常借不到的，因为谁都知道他这人借钱老虎借猪。他有一天去找这个魏文侯借钱，魏文侯这家伙又来了，上次借了好几次都没有还呢，又不好意思说不借给他。那么魏文侯就说这样吧，说我3天以后呢，我去收税，我把这个税都收齐了以后呢，我借给你300块钱，好吧？我这是多借你。庄子说我今天晚上就没饭吃，我等你3天以后借300块钱。庄子说这样的，说我来的路上呢碰到一条鱼，这条鱼啊在这个路上蹦跶，这条鱼就对我说了，说庄先生，我呢是东海的一条鱼，我现在离开了东海，我没有水，我活不下去，请你打一盆水来，拿个脸盆打一盆水来，把我放进去，让我先活下来，行不行？那么我就跟这鱼说了，说鱼啊，你别着急，我现在呢马上到吴国和越国去，我准备游说吴王和越王，搞一个这个引水工程，啊，把这个东海的水呢引到我们宋国来，宋国在河南。我引过来，那个时候你看你就会有很多水了。鱼就对我说：“好吧，你去游说吧。等你把那个引水工程修好了以后，你就到那个干鱼市场去找我。”经常没饭吃。就是这个曹商呢说呢啊，要论这个安贫乐道啊，这个兄弟我不如你。但是我出使秦国，就见了秦王一面，秦王就给了我100辆车子。你看，这个你恐怕不如我吧？这叫什么？这是小人得志。这庄子最讨厌这种小人得志的人。庄子就讽刺他了。庄子我知道，都听说了啊，有人发微博呢。而且我知道这个秦王啊。给车子的规矩，秦王是这样的，他肩膀上长一个戒指，如果医生用一根针把这个戒指挑破了，让他很舒服不痒不疼，给1辆车子。秦王这个肛门上长了痔疮，这个医生用舌头去舔舒服了10辆车子。你现在得了100辆车子，请问你舔他哪儿了？
说庄子是清高是真清高，无为是真无为。啊，我们讲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那么有为无为，我们这样排列组合应该有4个选项，对不对？还有2个选项是什么呢？一个是以有为求有为，谁呢？墨子、孔子、孟子、墨家和儒家都是以有为求有为，而且孔子有一种精神，叫做明知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做不到，实现不了，他还要去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很执着的去做。这是儒家和墨家的精神，对吧？以有为求有为，啊，以有为求有为是儒墨两家，以无为求有为是老子，以无为求无为是庄子。还有一个选项是什么呢？以有为求无为。对，以有为求无为。那么以有为求无为是谁呢？禅宗。禅宗是以无为以有为求无为。什么叫禅宗呢？禅是梵语，本意是禅那，原话是禅那，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它的意思就是静虑，就安安静静的思考，这个叫禅。因此修禅的人呢，往往要坐，叫坐禅，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安安静静的想，想明白了就成佛了，这禅的本意。但是禅宗的禅呢，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而且是一种中国佛教。它的创始人呢，据说叫菩提达摩，但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呢，追溯到释迦牟尼。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释迦牟尼的这个讲座是非常精彩的。这释迦牟尼呢，他是不写书的，没有任何著作，到我们厦大肯定评不上教授，没有黑暗成果，他就是搞讲座。他的说法呢，非常的精彩，精彩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用形容他2个弟子的说法来说他啊。这2个说法不是说他的，是说后世的，是东晋的中国的和尚的，一个叫顽石点头，一个叫天花乱坠。顽石点头是什么意思？就说法说的最精彩的时候，旁边一个石头在点头。顽石点头。还有天花乱坠，天花乱坠是什么？是说法说的最精彩的时候，这个天上噼里啪啦的花往下掉，那个树啊激动了。花噼里啪啦掉下来，这天花乱坠。这个时候，佛祖就拿起一朵花，一朵花，然后给大家看，这叫做拈花示众。所有听众都不明白，你刚好都明白，都笑了。当时是所有人都不明白，只有一个学生笑了。这个学生叫摩诃迦摄，摩诃是大的意思，所以有的书也写作大迦摄。这个迦就是一个加减加一个走之，摄是树叶的叶，咱们要念摄。摩诃迦摄
家社跳。佛祖马上说：“摩诃迦叶，我这里有我悟得的无上正等正觉，最高真理、最高智慧，在刚才你对我的一笑之间，我已经传给你，一目了然，一笑传过去了。道体心传，心心相印，心心相印是佛家的智慧，心从这个心唰一下过去。现在我把这个传给你，你立一个宗派。这个宗派的特点是什么呢？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不需要说法，不需要念经，不需要读书，就是你看着我，我看你笑一下。我会假设就拿过来给我来，然后佛祖说你的第二任就是阿罗陀，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一看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禅宗的祖师爷一个叫摩诃迦叶，一个叫阿罗陀，你们应该知道这两个人吧？知道吧？不知道？看过《西游记》没有？《西游记》唐僧取经取到最后，见了佛祖，佛祖说你有两个人带你去取经书，这俩不是骗子。不，这两个人就带他去了以后没给书，说没点好处费啊，茶水费。他们说出家人四大皆空，一无所有，我哪有好处费啊？那说你看，不是还有一个脖子吗？紫金钵盂嘛，还有一件袈裟嘛，这个也行。唐僧把袈裟脱下来，把那半脖子给了他，然后他就把经书给了唐僧，唐僧就回去了嘛。回到路上，因为忘了过通天河的时候忘了问那个大乌龟能活多少岁那个问题，大乌龟把它在水里扔到水里面，他们师徒上岸以后晒经书的时候才发现，就这么说，全是白纸。那两人谁呢？摩诃迦叶、阿罗陀。这个故事其实很有意思。你想佛祖为什么派摩诃迦叶、阿罗陀去取经书呢？要知道摩诃啊，不是摩诃迦叶、阿罗陀建立的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是不读经的。派两个不读经的人去取经书，这是故意的。还没明白啊？就是不给他嘛。所以派两个是不读经的人去取经书，这两个人经书就是白纸，他不是骗子，他原本就是白纸。这两一代一代传下来啊，摩诃迦叶是一祖，传到阿罗陀二祖，然后1、2、3、4、5、6，传到第28祖是谁呢？菩提达摩。这个菩提达摩就到中国来了，从哪登陆的？广州。广州自古就是我们中国开放的窗口。这个菩提达摩是广州登陆的，金庸也是广州登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发表，就发表在广州的一个刊物上，时间是1972、76年啊，几年忘了，76，76还是82我忘了，1982年对，1982年的广州登陆，金庸。登陆以后呢，一路北上，来到了建业，就现在南京。见谁呢？见梁武帝。因为梁武帝是个信佛的皇帝，很崇佛教，
就南朝，梁武帝知道谁吧？萧衍啊，南北朝，南朝的宋齐梁陈，梁开国皇帝梁武帝。南朝是从佛教，是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读过这诗吧？从佛，而且自己3次舍身同泰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皇帝不当了，我要当和尚去。他要出家，他跑到同泰寺做的。国不可一日无君啊，文武大臣只好跑到佛庙里去把他请出来。请出来说那不行，我就可以当和尚了，你要请我去当皇帝，你们要给钱，束身费，只好大家没办法，宰相们，财政部长找财政部长上去从国库里拿钱去给这个寺庙，再把这皇帝赎回来，3次。说梁武帝是南朝佛家最大的赞助商。那个柯基达摩就去找他了，对吧？找他开口他就问了一句话，说大师远道而来，看看朕有什么功德啊？柯基达摩说你没有功德。梁武帝说我3次舍身同泰寺给你们佛教捐了那么多钱，我没有功德。柯基达摩说你没有功德，因为你求回报。你问这句话就是没有功德。真正的功德不问这句话，真正的功德是不求回报的，叫无私奉献。你这明明是有私奉献的，你还没开悟啊！说你没有功德。说2个人谈不拢，柯基达摩就走了，来到长江边，南京嘛，他过长江，北上，这江边摘了一根芦苇，扔在水里面，自己跳上去过了江，这叫做一苇渡江。渡了江以后，来到哪呢？来到现在河南登封市嵩山少林寺，在嵩山上面找了个山洞，坐进去面壁9年，打坐一动不动。据说是小鸟在肩膀上做了窝，他都没感觉。眉毛掉光了，这个眉毛落在地上呢，就变成了茶树。这个树的茶叶的名字叫真眉，这都是传说啊，对吧？这个事情当时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因为以前学佛都是要念经、要打坐、要修行、要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一动不动的，但没有这样的。那不是天下都知道了，这又有一个新的宗派了，这个叫禅宗。他就开宗立派了，然后从柯基达摩开始，一代又传到5代，第5代叫弘忍，那么弘忍法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要传下去，那传给谁呢？他就想了一下。说这样吧，说你们所有的同学啊，你们都回去写记，记就是单人旁，一个鹤，记，你们写一首记，谁写得好，我就传给他。传什么东西呢？衣钵。衣是什么呢？一件木棉袈裟。钵呢？就是一个紫金钵盂，要汉语。因为当年这个释迦牟尼把这个心法传给摩诃迦叶的时候，他也知道口说无凭。你跟我2个笑一下，我们就算传过去了。我天天笑，我们都传啊，我说不清楚。
有个说法，就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一件木棉袈裟和一个玻璃。为什么叫木棉袈裟？木棉袈裟就是棉布的袈裟，棉布做的。此前中国没有棉花，我们这个国家本土是不产棉花的。古人穿的衣服的面料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丝绸叫帛，一种是亚麻叫布。印度才有棉，这个棉呢，因为不是蚕丝土的棉，不是丝棉，所以叫木棉。好吧，这个木棉袈裟和这个衣钵传下去，因此这个正宗传人就叫衣钵传人。我要传这个东西，你们要切记。我看到我们写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同学当中最优秀的人是谁吗？谁呀？神秀。神秀这时候已经当教授了，叫教授师。他们是神秀吗？让神秀写。神秀就在家里思想斗争了。我写还是不写呢？我是论文呢？我不写吧，没机会；我写吧，我论文不能通过怎么办？最后偷偷摸摸的晚上在墙上写了一首记。这个记怎么写的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我的身体呢，就像菩提树一样；我的心灵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我经常要把它打扫干净，不要让它接受精神污染。同仁一看，这个没开窍了。佛家讲四大皆空，你怎么好的说有啊？还可以吧，但是继续写啊。这个时候，当然你们都可以朗诵啊，可以朗诵。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在寺院里就开始朗诵这个神秀的记了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大家都在念书一样的念，这声音就传到了厨房。厨房里面有烧火的头陀，这个人叫慧能。这慧能俗姓卢，他的父亲呢原来是个官员，因为有经济问题被双规了。归了以后没出来，他母亲就只好带着他逃难，从河北逃难逃到了广东，当时叫闽南。他也不认识字，父亲不在嘛，没人教书，家里穷，砍柴为生。他有一天砍着柴到山下去卖，就听见有人在念书，他就听入迷了，然后就跑过去问说：“请问这念的是什么书啊？”旁边有人说：“这是《金刚经》。”《金刚经》真好。那谁会讲《金刚经》啊？旁边人说：“弘忍大师。”哦，那请问弘忍大师在哪儿啊？齐州，黄梅齐州，就现在湖北的蕲春。他说：“我要去见弘忍学《金刚经》。”旁边有一个居士，看他一心向善，就说：“好吧，那我赞助你10两银子，你把这个母亲安顿好，你去湖北蕲春弘忍法师。”他就去见弘忍法师。弘忍法师说：“你来做圣人。”慧能说：“学佛。”弘忍说：“你是哪里人？”说：“我是岭南人。”岭南人就是广东人嘛。我说：“岭南人是野蛮人啊，怎么能够学佛呢？”因为当时这个唐代的事情，唐代的文明在什么？在中原地区。
叫做福建啊、广东啊、广西啊、云贵啊，野蛮人待的地方，不开放。就是广东的人是野蛮人，怎么没学过呢？慧能回了一句话说：“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佛法平等，怎么有南北之分呢？”弘忍大吃一惊，说：“这个人恐怕是个活菩萨，太有慧根了。”但他没有表现说：“好吧，好吧，那你留下，厨房烧火去拿水。”头发也没有剃。就这个烧火的这个慧能听见旁边，他就出来说：“这个写的不好，是论文。”旁边的学生就笑他：“我教授写的不好，你个烧火的写的好，你写个看看。”他说：“我倒是可以写的，可是我不认识字儿。”不认识字的还写博士论文。他刚好有一个官员来上香，他就走过去对着官员说：“大人，你认识字，你帮我写行不行？”我都碰到神经病了。好吧，我帮你写。你说吧，你又能写出什么记来？不能写的是口占四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大师听到外面人声喧哗了，出来一看，心里大吃一惊，这个禅宗啊！因为佛家讲的是空啊，你怎么能说身是菩提树呢？是菩提本无树，你怎么能说心如明镜台呢？是明镜亦非台，你怎么能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呢？应该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本来就没有嘛，我哪来的尘埃呢？哪来的脏东西呢？但是不行，这个烧火的广东人，我这个学生跟了我几十年了，我不传给他们，我传给这个人。佛门也不清净的，家不是很凶险。好了，不要看了。这两个题写的都不怎么样啊！我就在想，散会，然后自己就走到厨房里，也是慧能跟他说是弟子是，慧能腰里绑着石头正在冲，说你的米熟了吗？慧能说熟了，只欠一筛，我筛一下就行了。这个筛字的筛会写吗？竹字头一个老师的师，对不对？他意思说我是已经学成功了，就差给老师了。米熟了，欠一筛，就这个意思。于是弘忍大师拿起禅杖，在他的后脑勺梆梆梆敲了3下，嘿嘿笑起来，知道你要笑。西游记。到了当天晚上3更，慧能就走后门进了方丈。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想，这不《西游记》的故事吗？道理《西游记》是抄他的，我这是最好的版本。因为这个禅宗的故事是唐代的，《六祖坛经》是唐代的书，《西游记》是明代的书，你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然后来了以后，
弘忍说：“那好，我跟你说《金刚经》。”说到一半的时候，慧能就全明白了。明白了以后，这个弘忍说：“这样，我把衣钵传给你，但是此处不可久。你连夜出走，回你的广东去。”弘忍就送慧能连夜下山，来到江边，长江边有一叶小舟。弘忍说：“弟子上来，按下来，之后我来划船渡你。”弘忍说：“不要师傅划船，我自己来。”弘忍说：“何当我渡汝？”就是佛家不是讲缘分嘛，讲因缘嘛，就是你我今天能够成为师徒是缘分的，是缘分。缘分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珍惜的，包括诸位能够来上下大，我们也是缘分的。我们能够成为师徒是个缘分。佛家讲普度众生，我应该来度你。依照我的本分，我是要度你。这个度就是双关语，渡船的渡，渡人的渡。慧能双手合十说：“迷时失度，悟了自度。我不明白的时候，请老师度我。我现在明白了，我自己度自己，了不得啊！同学们，记住这句话，悟了自度。真正你能不能成才，是自己的事情，老师只能帮助一下。再好的学校，再好的老师，只能给你开个门，指条路，路是自己走。慧能就渡过去了。第二天要才发现衣钵没了，乱成一锅粥啊！还有人跟着去追杀他，这些故事都不讲了。有话说，这个慧能就来到岭南，隐姓埋名，当跟猎户过过日子，山洞里面躲过，后来到了广州自治市，也当个头头，还在厨房里烧火。这样10几年，10几年以后，他的师傅已经去世了，圆寂了，他的师兄神秀已经当了武则天的国师了，他知道安全，他就是可以出山。那么有一天，自治市的几个和尚呢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就是这个帆为什么会动？帆这个会动。就有一个和尚提出一个哲学问题来：帆是无情物，无情物就是没有心灵、没有智慧、没有意志的，没有心灵的东西，它怎么会动呢？那第二个和尚说：风吹帆动，帆是自己不会动的，是风吹着它动。这本来是个科学的回答，但是第三个和尚就来提出质问了：风也是无情物，沿河而动，那风又为什么会动呢？他们回答不了他。那第四个和尚说：在因缘和啊，什么东西啊，七七八八的。这个时候慧能站出来说：你们都说错了，什么帆动，什么风动，不过是你们心动。自治市的方丈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急忙从方丈室跑出来抓住问你到底是什么？慧能笑着他。然后这个方丈说：我听说禅宗的衣钵传人隐身在我们地方，请问是不是就是你？慧能点点头，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了衣钵。自治市的方丈立马跪在地上，六祖驾到，
有其原因。方丈亲戚，我还没有剃头发啊。这个时候，才有狮子寺的方丈起来给把头发剃了，正式成为和尚，然后他再升座成为大师。那这就是禅宗的一个来历，它当里面充满了这个传说了，不大靠得住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就是禅宗它为什么一下子这么样就风靡了中华大地呢？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就是如何本土化。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必须本土化，才能够在本土落脚生根，还站得住脚。凡是不本土化的，最后都站不住脚。佛教站住脚的，就因为它本土化了，而本土化的佛教就是禅宗。而佛教本土化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就儒学的矛盾。因为佛教讲什么呢？不是啊！儒家为什么要反佛？那边是韩愈，韩愈是反佛的，反佛反得厉害。他为什么要反佛呢？因为在儒家看来，佛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出家人把自己的父亲的姓不要了，姓释，都姓释迦牟尼的释。你看这个和尚都是释某某，下面是他的法号，是吧？就比方说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这个叫无父。所有的和尚见到皇帝不下跪，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叫无君。那按照孟子的说法，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而且还很糟糕的是，这个出家人他都不结婚，也不生儿子，是吧？你们看少林寺最后那个谁出家的时候，不是要他发誓嘛？尽禽兽，不淫欲，汝今能持否？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儿子，这个跟儒家的观念冲突很大的。儒家观点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无君无父，断子绝孙，这哪成啊？这个矛盾谁解决？禅宗。为什么呢？禅宗是以有为求无为。禅宗抓住了一条什么呢？就是佛教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那个佛字。那个佛是什么意思呢？觉悟。佛的本意就是觉悟，佛陀就是觉悟者。释迦牟尼，禅宗一再强调，释迦牟尼是人不是神。禅宗甚至说，老胡活到80岁就死去，跟我们有什么区别？他也要吃饭，也要上厕所，也要生老病死，区别就在于他觉悟，他悟到了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呢？最简单说就是苦，我只能说一条啊，苦集灭地4条，苦集灭道4条。苦集灭道4条，四圣谛，我只能讲一条，就是苦。佛祖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苦。从你的父母亲卵子受精那一刻起就开始受苦。你想想，母亲10月怀胎，你待在什么地方？待在子宫里面。子宫是一个什么地方？暗无天日。然后母亲喝一口热水，你浑身发烫；母亲喝一口凉水，你浑身发抖。母亲翻个身，你在里面又没有绳子绑着，荡来荡去，撞墙体。喝的是羊水，吃的也是羊水，你的屎尿也尿在羊水里面，就再吃回去。
最后忍无可忍，破门而出，一落到一个产褥上，你的皮肤是那么的柔润，你落到一个产褥上如坐针毡，哇的一声就哭了。请大家想想是这么回事吧？有哪个孩子一出生这么大口黑？那还不把人吓死了？这妖怪啊！是人生下来都哭，都是哇的一声放声大哭，从此你的苦难就开头了，对不对？你要挨饿，你要挨冻，你要生病，你要挨训，你要挨打，然后从幼儿园开始就培优，哎，一路斩关过将，你都吃过这苦了啊！那高考是人过的日子吗？是人过的日子吗？7、8年我考研的时候考下来，我说的我再不考了。真是考死人！你现在更难了，现在高考的语文卷子我都做不出来。还有一个地方，某一个省，我也不说哪个省啊，某省教育厅把字典教材收了我的一篇文章在里面，然后他们的教研室做出个教案来说我这个文章开头是什么，中间段落是什么，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什么篇章结构、起承转合，作者当时想到什么什么。记得我很客气就请你审阅，我回短信回了3次，看不懂。对吧？真是苦不堪言。好容易大学毕业熬出头了，又找不到工作，然后做房奴、做蚁族、蜗居，生孩儿变成孩儿奴。香港的进口奶粉都被我们大陆同胞抢光了，出去吃饭又还不够油。中国现在4大油公司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地沟。超市陷阱。今年开两会，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洁生，全国政协委员说，我都不敢出去吃饭，他吃到地沟油。我看这在座诸位也别少吃嘛。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个日本的什么核辐射，你们赶快吃碘吧。我那天收到一条短信说，我们都已经吃了3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什么七七八八的，吃那么多的东西了，把我们砸碎了，摊在地上就是一张元素周期表。我缺什么碘啊？之所以吃那么多地沟油，就是为了迎接今天这一天嘛。苦啊，人生是苦啊！然后就讲怎么样不苦，怎么样不苦啊？这不讲了啊，后面再讲就只讲佛学了，没时间。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佛和不是佛区别在于什么？一个觉悟，一个不觉悟。觉悟的就是佛，不觉悟的就不是佛。而佛家的这个主张是普度众生，是不是？那么普度众生，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哲学问题：普度众生是可能的吗？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如果你说不可能，那么就否定了佛祖的愿望。因此，所有的佛家都得说可能。就没有选择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可能？禅宗的解释说，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心里都有佛性，所以我们都可能成佛。如果我们没有佛性，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成佛。这就解决了。那我相信再追问了，既然每个人都有佛性，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佛？对不对？你身上不是有佛性吗？你为什么还没成佛在这打瞌睡呢？禅宗的解释是因为执着。什么叫执着呢？就是认死而理，认死理。一根筋不开窍，这叫做执。执着呢就迷信，叫执迷。执着就迷信，迷信就不觉悟，叫执迷不悟。反过来，如果你恍然大悟，那你就是佛。这叫什么呢？苦海无边，唯恐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山上的庙里面有一个小和尚，一个小沙弥，踩死了一只青蛙。他的师父说：“佛门不杀生，一命偿一命。”你踩死的这只青蛙，你死去了。这个小沙弥小孩啊，哭着鼻子来到山崖边上，不敢往下跳，在那哭。这时候来了一个屠户，杀猪的。杀完猪卖完猪回来了，路过这个山就看这个小和尚哭，就小沙弥说：“小师傅，你哭什么？”他说：“我应该哭的，你不小心踩死一只青蛙，你就要一命偿一命。我这辈子杀了那么多的猪，那我不是更该死吗？小师傅，你别跳了，我替你死。”于是这个屠户就从山崖上跳下去了，跳到半山腰的时候，山脚升起一朵祥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按照禅宗的观点，成佛与不成佛的区别是什么呀？觉悟。只要觉悟就是佛，对不对？对不对？对。那么反过来说，你干什么无所谓，对不对？对。因此可以以有为求无为。所以你不要误解禅宗，不要以为禅宗讲的无为就是什么都没有。恰恰，你看，从老子到庄子再到禅宗，到了禅宗这个时候，恰恰是什么都可以有，这是一个辩证法。经历了什么都不能有的阶段以后，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什么都可以有。这个可以，这个也可以，什么都可以。所以你如果一味的讲空啊、无啊、无为啊，那叫执，那不叫悟。所以很多人自以为悟了，其实是没悟。当年我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讲禅宗，讲完了以后，一个作家他自以为悟了，他就上来挑战了啊，允许挑战，待会儿你们尽管挑战。禅宗是允许挑战的，禅宗是他主张交锋，就是要挑战。就坐在那说：“叶老师，我知道，佛家就是无嘛，禅宗就是不立文字嘛，所以呢，到了考试的时候呢，我就交给你一张白纸，看我怎么办。”我说：“可以啊。”你完全，你考试的时候完全可以交张白纸，
只不过呢，等你要成绩的时候呢，我就笑一笑。是吧？他让你们他没悟，所以禅宗就是有为。关于这禅宗很多故事都是这么讲的。有一个学禅的人去问师傅，说师傅这个，请问我怎么样成佛啊？师傅说喝粥了吗？喝粥喂。学生说喝了，然后师傅说洗钵喂，洗碗了吗？喂，洗钵去，悟了。还有一个禅师，在一个寺院里招了很多学生，学生来了以后，他一个一个谈话，他问第一个学生说：“我们这个寺院你以前来过吗？”这个学生说：“来过。”好，吃茶去。然后问第二个学生：“同学，我们这个寺院以前你来过吗？”这同学以前没来过。好，吃茶去。一路谈过来，旁边的院长看不懂了，大和尚，那些是来过的，也要他们喝茶；那些人是没来过的，你也要他们喝茶，什么意思啊？这个禅师说：“院长，院长不在，喝茶去。”明白吗？这个其他是你不信。实在要我讲，就是告诉你，在生活的任何时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悟得佛家的智慧。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否开始。悟不到，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建议你到大自然去吧。唐代有一个官员叫李敖，好想到，他也曾经遇到一位大师问他，大师就用手指了指天上，就指了一只水瓶子，什么都没说，他就觉悟了，回去写了一首诗，叫做“练得身形似鹤形”，就我一直在修炼，我的身体修炼的就像白鹤一样，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寒金。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平。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般若？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云在天上，水在瓶子里。因此禅宗说：“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莫非般若。”很普通，非常普通。你洗碗都能洗出这个觉悟。对禅宗崇尚自然，明白了吗？还不明白？唉，中国教育毁人不倦了。看过少林寺这个电影吗？啊，没看过的往床荡起来看。少林寺有首主题歌，我是讲的最后一句了啊！我这个主题歌讲完再不讲，悟不到我没办法。我觉得是充满禅意。日出苏，
上，城中鸡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河上青青草。这就是禅。早上，太阳从嵩山出来了，寺庙里早课的晨钟把屋檐上的鸟儿们惊起来。树林里面小溪流水潺潺，山坡上长满了青草，这就是禅。再不明白，我只好说抱歉。谢谢。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对话的环节，我们有20分钟，他们为了保持这个会场的秩序，要举手发言，被选到的还有提问。谢谢大家配合，大家开始提问吧。这样，据说是有一个在张江校区这边有一个什么学生的媒体，要有问题要问，待会儿我是没有时间再见什么媒体，说请媒体的朋友优先。媒体的朋友优先。漳州校区主流媒体。没来啊。这个问题呢比较麻烦，麻烦在于什么叫做？你不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呢，我们就永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我认为很简单，就是一件艺术品，只要你看到或者听到，你感觉有个心中为之一动就够了，不需要。反倒是有些来讲艺术的人，我看他不讲理吧，他越讲越有。你比方说这个音乐，什么星座，就说音乐。有人曾经问贝多芬，说：“请问贝多芬先生，您的 G 大调小奏曲什么意思？”贝多芬的话，我告诉你，把钢琴打开。说你明白了吧？那我不明白，不明白，我再告诉你，你就我还是不明白。说那你还是不明白，我就没办法，也不知道是我的不幸还是你的不幸。我们之所以要艺术，就因为有很多人类的很多东西，很多情感，很多心灵的东西是非概念性语言所能表达的，它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它不能这么讲，它只能用艺术语言表达。你说这个乐曲什么意思？我只能弹一遍。你说我这幅画什么意思？我只能给你看。你还是不明白，我没有办法，毫无办法。所以什么叫懂？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同样的艺术品，它可能观读者、欣赏者他有不同的感受，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是最好是这样，因为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似华年”，什么意思啊？真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意思啊？
知道的。还有顾城的有一首诗：小巷，小巷又深又长，我用钥匙敲着厚厚的墙。但你就觉得它好诗，那你觉得它是好诗，我认为就够了。那如果说一个东西做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不为之感动，那么它也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存在艺术家的自我欣赏。如果他真的欣赏的话，那他也是有存在价值。好吗？公平一点，前后左右了。对，公平很重要。坐在前面本来就占便宜。叶老师非常感谢你，我今天听到您非常激动。然后刚刚在你的讲述中，你提到了一个时不我待的童年与青春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来说，我们面对着种种的竞争压力，我们纵使我们也想用一种青春的心态去享受我们的青春，然而我们却一直在担心着，也许如果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去做，我们不去思考，不去想的话，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令自己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么您能给我们提一点建议，我们要如何去度过我们的青春，如何拥有一种真实而自由的生活吗？谢谢。依我说哈，爱干嘛干嘛。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的有个观点就是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缘分到了，该是你的就是你。我主张的心态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为什么反对成功学呢？因为现在太多的人急功近利的追求所谓的成功，而忘掉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幸福。当然，我所说的所有这些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最好有一门谋生的手艺。谋生还是第一位的。李泽厚先生讲吃饭哲学，我是赞成的，不能一点谋生的能力都没有。那我就坚持这一点，我就是有谋生手艺的。哪天厦门大学不要我了，我就到张路小学旁边开一饭馆。我好歹还能做个厨子啊！虽然说这个不想当厨子的，不想当将军的厨子都不是好裁缝，我就是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厨子。你要有一门，所以我主张一门看家手艺，主张一门看家本领，尤其是将来准备做学术研究的人，一定要有一门看家本事。要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做的就是文心雕龙，这就是我的看家的东西。通易经，我通了一门经典以后，我学术上就有底气了。所以最好学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学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要太在意那些虚选的东西，保住底线再说。将来有份工作，有碗饭吃，保住这个底以后，爱干嘛干嘛。青春不在了。刚才这个同学有男朋友吗？没有，抓紧啊！
4年大学读下来都没有谈过恋爱，那可亏大发了。好，理解，这个是你的权利。理解，我们就照顾公平嘛。公平呢，我现在要给这个坐在最边上的靠着墙的那个小朋友。对，公平一点，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叶老师你好，我很紧张，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对历史有一点兴趣的人。吴适先生有说过一句话，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您在您的品三国里面也有说到过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平时在看一些历史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些他妈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历史爱好者，就是有对历史感点兴趣的人，要怎么看待一些历史呢？因为我们首先连它是真假我们都不太知道。好，我知道了。就首先告诉你，那个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先生没说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栽他头上去了。大家都说他说了这个话，没什么，据我所知没说。也不是一个小姑娘。这个历史，我可以肯定的回答，绝对的真相没有，只有相对的真相。因为最严谨的、最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在记述历史的时候，也不可能不有所选择。因为他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里。他总是挑他认为重要的那个东西，他记录下来。他认为重要的，可能过若干年以后回头看，未必是最重要的。你有比方说陈寿的《三国志》，现在我们看赤壁之战多重要的一场战争，陈寿《三国志》才几十个字，他认为不太重要。弄得现在我们搞不清了，这是第一点，他会选择。第二个呢，他有时候也会有意无意的偏一偏，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包括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读《资治通鉴》，我把《资治通鉴》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对照读，就会发现司马光做了手脚。他可能删掉某一些东西，你可能这个删掉的东西是个枝节，但是要知道细节决定成败，有时候细节非常重要。第二点，第三点呢，就算亲身经历的记录者，也未必完全靠得住，不要绝对靠得住，不要指望他绝对靠得住。大部分靠得住，大部分可信，但是他可能误听误看。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文化大革命知道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知道吗？知道一点。当时全国的学生都是红卫兵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拿着个帽子挥着手，接见大家，大家喊毛主席万岁啊，这场面。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同学回去以后传达，我传达什么呢？毛主席嘛真伟大，真伟大。毛主席嘛天安门跟前站好，站在天安门跟前，毛主席嘛肖像拿好，毛主席拿在手上，这都是真的啊。问了红卫兵，问了红卫兵，谁的毛主席？非常好看。实际上，毛主席说是“英明万岁”。
他说胡卫兵呢，胡卫兵都跳起来说我的毛主，我的毛主，我的毛主。其实胡卫兵跳起来说毛主万岁，毛主万岁，毛主万岁，所以他定了我的帽子。那他如果写一个历史文化革命亲历记，就是毛主席为了谁的帽子，他也不演帽子。那么这是可能的。那这既然如此，就回答最后回答你的关键问题，我们怎么看呢？我的主张是要想，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靠什么去想？逻辑。读历史的人一定要有逻辑，没有逻辑，历史书不带做也没有用，也找不到。你比方说赤壁之战，我就问一个问题：赤壁之战最后孙刘联盟决定共同对抗曹操，谁做的决定？谁是这次战争的最大的功劳者、功臣？谁？周瑜的。谁？周瑜的。对，孙权。但是你要去读《三国演义》、读《资治通鉴》里，就是先生是诸葛亮。因为他们千方百计的突出诸葛亮，他如何游说孙权，孙权如何把桌子砍了，如何，好像是孙权中了这个诸葛亮的激将计，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想想看，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怎么样的？曹操从那边追过来，刘备被打得落荒而逃，老婆孩子都丢掉了，好不容易逃到了樊口。先跑到夏口，就现在的汉口，后来跑到樊口，就现在鄂州。孙权在柴桑，也就是现在的九江，拥兵自重。刘备一无所有，没有办法，诸葛亮挺身而出，说：“事已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他是去求救的，他哪里摆得起谱？孙权说：“我救不出兵，他有什么办法？没办法。”而且后来决定出兵以后，周瑜连夜去见孙权，这都是正史啊，我讲的都是正史。周瑜去见孙权，说孙权说：“哎，恭敬啊，恭敬！这个江东这些人，子布这些人太让孤失望了。只有你和子敬是鲁肃。”你们两个的主张甚合孤心，就你们两个主张打仗符合我的想法，先把你们两个赐给我。周瑜说：“好，那请主公给我5万精兵，看我怎么消灭曹操。”孙权说：“5万是没有，3万精兵我已经给你准备好，舰船、武器。”装备、粮草全部备齐，你带着3万人先去，搞不掂，我再来。你分析这个话对他同意。第一，孙权说你们的主张甚合孤心，他说明他有主意的，他早就有主意了。第二，周瑜向他要兵，他说我3万人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把诸葛亮激了他一下，他就准备好了，来不及呀！他早准备好了，他早就准备了3万人马，早就下定了决心。诸葛亮不来说，他都要打的。那他为什么不说呢？他为什么要去装模作样跟诸葛亮谈话呢？装模作样跟张昭谈话了，跟鲁肃谈话了，跟周瑜谈话了？这就是孙权这个人的心计所在。孙权15岁当县长，18岁接班，26岁指挥赤壁之战，真正的少年英雄。这个人的特点是特别沉得住气，不动声色。他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我要趁机考验一下我的部下的忠诚度。曹操来了，
是战呢还是降呢？我看看你的态度，好吧？主战派和投降派区分开，会让领导这个。言二，仗是要别人去打。孙权很有意思，他也是一辈子不亲临前线，他永远在后方。仗都是部下打的，周瑜打，鲁肃打，吕蒙打，陆逊打，你们出去打。既然这个仗是要人家打的，那么主战这个主张就不能由我说，得让周瑜、鲁肃这些人说。那么周瑜、鲁肃自己说我们要打，要好，那你去了。来参照运动。你比方说这个曹错，我们看过《汉武大帝》都知道这个情节，是吧？曹错主张削藩，然后被汉景帝给杀了，当替罪羊杀了。他杀的时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杀的。为此电视剧《汉武大帝》还演绎出一段话来，说这个皇帝还去跟他谈话，给他喝酒，对不起，抱歉，只好让你死的冤枉等等。误读，因为这个《史记》的这个《曹错传》确实有这句话：一朝衣，就穿着上朝的衣服被杀了头，给人感觉好像是让他体面的死，不要穿上囚犯的衣服，穿上官员的衣服去死，很体面。但是司马迁在《刘备传》在另外一个地方写了一句话，说曹错是被骗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曹错在家里坐着，来一个人说开会了，然后曹错穿上上朝的衣服出去，一直拉到菜市口上头了。这句话他放在另一个地方，你读书都不学，就很难得到真相。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把书尽可能多读；第二个，一定要自己想，好吧？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叶老师后面还有事，所以我们再接受一个吧。有没有说这有什么媒体吗？什么？对，那个你要问就在这儿问，再待会儿就别去问。你手下的主流媒体没有？对。哦，那行，那你重新调查。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就讲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老子、庄子、孔子。那您最想就是这些您最想传达给我们这个在座学生们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孩子们把您当做自己家长的一个理想的模式，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今天是一个学术讲座。学术讲座呢，我更重视的是它的学术成分，是给同学们这个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更重视的是如何原原本本的传达他们的思想。而我认为，这个对于我们民族的传统，对于我们民族的先人，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弄清楚、弄明白他们，而不是做出评价。做出评价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从中获得什么样的价值观也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不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像夹带私货一样的
传达出去。我更主张读原点，原原本本的、原汁原味的弄清楚这些我们民族历史上一些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哪怕你不赞成。所以今天讲的这几位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观点，诸位都可以不赞成。而且一个讲座呢，也不可能把这些都讲清楚。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家，比方说儒家、墨家、法家思想，我今天没法讲，没法讲。这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啊，大家会把您当做一种就是理想的家长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您幽默、睿智、宽容，看待这样坦率的说，我很不希望人家把我看成榜样，榜样是很累的。你变成榜样以后，你什么都得小心。你得夹着尾巴做人，见到谁都是笑容可掬，也不敢说话，最后大家会发现这个榜样原来不可爱。我只是想，你们就把我看作底线了，就是做人不要比易中天更差一些。这样你也不累，我也不累，大家都轻松，和谐社会嘛，不累干什么？谁都不要端着。这年头，说实话，谁也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所以谁也别端着。至于我呢，我想法其实很朴素啊。我认为中国肯定是要建设成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那么国家的民主我是管不了的，我就管住我们家的民主就行了。所谓一物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做不好，那就管得了那么多。而且我可能骨子里面有一种平等的观念，我从来不认为家长、老师、领导就一定比孩子、比学生、比下属高明。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真诚的不认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下一代看上一代，一定比上一代看下一代看得明白、看得清楚。你相信吗？你比方说，我看我老爸，就比我老爸看我看得清楚。我老爸还在，90多岁了，他永远弄不明白我是怎么回事。虽然他也是教授，他90岁的时候，我们跟他祝寿，给他买了一件红的这个中式的那个棉袄，他不穿。这是我不要穿这种背襟这种更厚，这女人穿的。然后我弟媳妇就是为了说法，他就说这种款式的衣服冬天也穿吗？他穿，他当然穿，他是个怪物嘛。所以他自己干嘛？他不明白，他真不明白我在干什么。他不明白我上百代讲坛，不明白我写的那些书，不明白我今天这些讲座，他都不明白。但是我看他看得清楚。因此我有时推论，
我看我的孩子可能看不清楚，我的孩子看我一定看得清楚。我看我的学生可能看不清楚，学生看我一定看得清楚。所以当老师的人不但要敬畏真理，还要敬畏学生。因为学生他可能学问不如你，知识不如你，做研究不如你，但是哪个老师是好老师，哪个老师不是好老师，所有的学生都倍儿清楚。因此我主张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多用商量的口气，讨论的口气，建议的口气。我很害怕有一些主流媒体对我在各个高校的讲座的那个报道，我一看我就害怕。他们总是要说易中天教授勉励莘莘学子什么，我什么时候勉励过来？我顶多就是建议嘛，你怎么就不能学会建议这个词呢？为什么一个做领导的或者做老师的，一开口闭口就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叫吞啊！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其实都是我的一些很朴素的想法。很简单的想法，甚至很傻的想法，仅供参考，仅供参考。